卧室的树林中，一只丧尸晃晃悠悠地走了过来，下一秒便被女人一刀将其解决。Why'd you run at it? It could have been a climber. I could tell it wasn't. But it could have been. 几人正是准备前往海边宾馆的亚伦等人，因为不久前他们遇到了一些特殊的丧尸，现在导致他们变得无比的谨慎。就在几人准备继续赶路的时候，亚伦好似听到了树林中有什么动静，他警惕地朝着四周望去，却什么都没看到。刚刚的声响，莉迪亚也听到了，以他做过低语者的经验判断，表示来的应该是人而不是丧尸。Are we sure? 亚伦听他这么说，直接是拔出了腰间的长剑。卧室的陌生人可远比丧尸危险多了，说不定是奔着他们的物资而来，他们不敢大意，纷纷拿着武器戒备着。Come out. Now. 话音刚落，两道身影便从树林中走了出来，竟是卢克和他的妻子朱尔斯。看清对方后，双方都松了口气，没想到能在这里遇到老伙计，赶忙开心地走了上去。What a pleasant surprise. Hey. Yeah, you doing? 寒暄过后，杰瑞开口说道：“我们正要准备去往海边宾馆，现在既然遇到了，就一起回去吧。”可他刚说完，夫妻俩的脸色变得悲伤起来。卢克说道：“海边宾馆已经没有了，那里已经不再属于我们。一群身穿白色铠甲的士兵强行占领了那里。当时我们躲在房子后面，本想着留下一起反抗，但瑞秋让我们逃走，把这个消息告诉给大家。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了你们，那些士兵还在搜捕我们，所以现在是离海边宾馆越远越好。”亚伦感到纳闷，明明卡罗尔已经和帕梅拉达成了协议，怎么联邦会这么做？难不成他们离开这2天发生了什么变故？接着他建议众人先回亚历山大再说，因为按照之前的约定，达里尔他们应该已经回去了，到时候大家再一起计划营救海边宾馆。卢克一听康妮马格纳他们这些老伙计都回来了，一时开心不已，他很久没见过他们了。就在他们准备动身的时候，远处传来了汽车轰鸣的声音，几人赶紧躲到马车后面隐蔽，来的肯定是搜捕卢克2人的联邦士兵，对方已经停了下来，现在跑已经来不及了，再这样躲下去，被发现是早晚的事。危急时刻，莉迪亚回头看到了有7、8个丧尸就在不远处，顿时心里有了主意，就是扮成低语者混进狮群中，等安全了再前往亚历山大。与此同时，联邦这边已经再次开庭。上午的情况对尤金很是不利，虽然尤美子煽动了不少群众抗议，但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法官那。就在尤美子准备做最后辩护时，尤金却开口了，他请求法官大人能给他一次发言的机会。I'll allow it. 得到允许后，尤金深思一番便站起了身，在场的所有人也都看向了他。只见他一脸沉重地说道：“老实说，像我这种人，其实在灾变的第一天就该去见上帝了。如果没有我那些朋友们的帮助，我早就化作末世尘埃里的一抹残影。末世这么多年，我的朋友们不仅仅是我的救命恩人，他们不但改变了我，也改变了很多人的心灵与想法，让人们重新相信，即便世界破碎，好好活着帮一把别人依然是值得坚守的事。我非常肯定，我的命运从来拦不住他们，拦不住这群始终攥着勇气，非要在黑暗里做正确之事的人。其实从前的我算不上是一个好人，在几年前，我加入了一个坏事做尽的团体，我对他们的恶行总是视而不见。胆小的我把个人安全看得高于一切，但我很快便意识到了一点，尽管挥舞棒球棍的那个人不是我，可我的手上依然沾上了鲜血。我清楚，懦弱与沉默从不是无辜的，为此我痛恨我自己。直到我偷偷地做了一件小事，就是因为这件小事，像一道微光照亮了我。原来一个人的力量哪怕再小，也能在黑暗里凿出一点光亮。我愿意去揭开那黑暗丑陋的纱布，即便为此会付出我的生命。Thank you. That is all. 他说完这番话后，便平静地坐了回去。不管结果如何，至少他做出了努力。Your Honor, the defense rests. 最后，在帕梅拉权力的影响下，法官宣布了最终判决。Wealth finds Eugene Porter guilty of murder in the first degree. 尤美子无奈地低下了头，官司败了。这就是号称自由公正的联邦，真是讽刺。而其他公民听到判决也是纷纷抗议着，他们替尤金感到不公。尤金不舍地看了麦克斯一眼，为了心爱的女人，他没有怨言。不多时，尤金被戴上了头套，被士兵押解着赶赴刑场。他明白一切都盖棺定论了，接下来面对的只有死亡。这时候，3道身影拦住了他们的去路，正是墨瑟和他的马仔。尤金的头套被摘下，2颗小珍珠也不争气地掉了下来。他疑惑地看着眼前的大舅哥，这时身后的士兵给他解开了手铐，这让他有些不知所措了，不明白墨瑟这是要做什么。Time to fuck shit up. 墨瑟本就是个正直的汉子，一直以来他都是为了妹妹而选择忍气吞声，现在选择放了尤金，可以说是尤金和麦克斯的勇气打动了他。在一个秘密的房间里，尤美子和麦克斯正在悲伤，
这时敲门声响起， Thanks to your brother. Why didn't you tell us? Safer for all of you. 接下来，墨瑟准备召集一些想反抗的士兵，他让尤金待在这里哪也别去，另外让尤美子和麦克斯继续暗中煽动群众给帕梅拉施压，这样他有足够的时间去部署一切。联邦是时候该做出改变了。不多时，在尤美子和麦克斯的煽动下，众多公民聚集在了行政大楼前面，他们不满联邦对尤金的判决，纷纷大声抗议着。帕梅拉看着这一幕，心里烦躁至极，但更让他愤怒的是，墨瑟过来告诉他，说是尤金那个胖子被人给劫走了，而且这家伙还揣着明白装糊涂的说道，很多人都对判决不满意，我们需要更多的时间来确定嫌疑人，而且近年来联邦内部一直有人莫名其妙的失踪，也许这次能查到真相。这给帕梅拉气得怒火中烧，他怎么听不出墨瑟这是在内涵他？而且他猜测尤金逃走，多半是这家伙在暗中操作。他让墨瑟出去后，留下了眼前的士兵队长，这才是忠于他的心腹。 Eye on him. I want a door-to-door search for Porter. If he's found, shoot him on sight. Yes, ma'am. And the crowd. Would you like us to try to disperse? No, we'll find some bones to throw in. If things escalate, options are in place to deal. 大神走后，帕梅拉是越想越气，在联邦威望极高的自己怎么又走到了这一步？他本该是米尔顿家族最后的希望，可他父亲打下的江山却成为了他玩弄权力的舞台。思量一番后，他拿起了桌上的对讲机，准备故技重施。 B-17. 到了晚上，亚伦等人已经混迹于狮群当中，莉迪亚在前边引领着他们前行。按照这个方法，要不了多久，他们就会赶到亚历山大附近。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彻底的打乱了他们的计划。 只见2道灯光照进了狮群当中，来的人竟然是联邦的士兵，他们开着车在周围徘徊，还用探照灯不断扫视着狮群。莉迪亚等人赶忙低下头，绝不能被这些士兵发现。可同时，他们心里也纳闷了起来。一般人们遇到狮群都会选择避开，可这2辆车似乎并没有那个打算。只见他们不断的围着狮群徘徊着。慢慢的，几人发现了不对劲，这2辆车子似乎准备引导丧尸，直接是改变了他们原本去往亚历山大的方向。 可混在丧尸中的他们又不能表现出异常，只能是跟着狮群移动。这时，莉迪亚被身后的丧尸撞倒，手中的刀子也不慎掉在了地上。本来也只是一件小事，但他不会想到，他掉的刀子居然被后面的一个丧尸给捡了起来，这就有些诡异了。说明之前碰到有灵智的丧尸并不是偶然，确实是有一些丧尸产生了进化。